你把丹川郡主给气走了。父亲息怒，孩儿知错了。你们才成亲多久啊，就把人给气回娘家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你知不知道上官家的姐姐是丹川川主？孩儿知道，孩儿不是故意的。行了，别吞吞吐吐的了，快说呀！啊，其实那一天，我还有一个这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？说，就是。 是这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同意我这个纳妾？我就拿一个，我们两个单独过，然后你自己过，你想怎么高兴你怎么高兴，绝不动摇你的位置，行不行？ 行啊，真行！吓死我了！你太痛快了，上官，太讲义气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啊，川夫人给我物色了2个燕川的女子，哇，那真的是，哎呀，怪不得都说呀，是女子最好嫁的地方，个个都跟好家一样，哇，那是温柔如水呀。还有一个银川的姑娘也不错，说话声音软绵绵的。 哎，要不然跟要，你想纳妾是吧？我，哎，你现在就给老子滚，给我滚去纳妾！那晚24个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逆子！你现在就滚回丹川去，尽快把上官家给哄回来，哄不好不许回宫。是。若是惹怒了丹川主，引起2川征战，孤哪里是问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新川主敕令，念6少主承办中秋宫宴有功，德行昭昭，故着6少主尹真协同5少主前去丹川，息丹川郡主雷霆之怒，以免徒增2川争锋，不日启程。儿臣接旨。 主上还有言，眼下丹川的水患治理已经完成，百姓的生活也已恢复日常。6少主正好可以过去看看情况。是，我还有一事强求，这劝和理应有女眷相陪。望总管带我觐见，请主上解了姬川李氏的禁足，让他随同我去。主上英明，早已想到此节，言明6少主若有此意，那便这么办。 谢主上，告退。没想到5少主刚成婚不久就闹出这么大事。收拾行囊，去丹川。是。哎呀，辛苦六弟妹陪我跑一趟。 你这刚新婚不久就想着纳妾，这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这可是一杆枪，你真了不起。你行啊，这是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一句话把我自己送走。上官今儿被气着了，5少主去劝劝他就好，以后也别这样了。他一个人在新川很不好受的。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妹，你把我行李放上去。哎呀，那就这样，这一趟我就当是去远游了。 咱们一起去丹川，打马吊，吃辣菜，感受一下坠玉之乡的风情。出发！哎，这，来上我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哦，看这个蛮荒之地，还以为一路上游山玩水，结果连个铺子都没有，总算有饭店了。哎呀！哎呀！
哎呀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小安，哎，快，哎，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个白玉无瑕。什么？这外面不叫白玉无瑕，馄饨啊。他要一个抄手。抄手嘛。念书堂的时候，静静教过我一些单纯话。哦，抄手啊，有是吧？有就行。再来一个内有乾坤，是吧？包子。小笼包。小笼包啊！啊，最后再来一个这个玉液琼浆，赶紧上，快饿死了。那不是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这姑娘她到底在说啥呀？你这哎呀，他应该是想喝酒。不是酒，不是酒，哎，就那个白的，那个稠的豆腐脑儿。哎，豆腐花儿。哎呀，豆腐花就豆腐花嘛，还玉液琼浆，我还以为是你的脑花嘞。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在院子里的时候，从没听过这些乱七八糟的菜名。这名字太故弄玄虚，我就让宝强改了。哎，来了，哎。哎，小二，不对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个馄饨吗？这就是馄饨嘛。啊，他们这个馄饨就这样，这里叫红油抄手。请，你先来。反正是馄饨是吧？是。哇，哎呦，辣！哎，不行，哇！来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应该够辣。哇！喂，红的，我以为这红糖的，这辣椒这是，你怎么豆腐花怎么也做辣的呀？吃不来就不要吃，男人吃不来辣子，生不出女子啊。这包子白的应该不辣。对，包子不辣。这人废了。这单春跟新春还真是不一样，女子们都自由自在的，上街也不用带木梨。辛苦你陪我跑这么远。我爹爹跟我说过，人应当行万里路，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，然后取长补短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小婷来啦！哎，慢慢小心。谢谢苏长官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，丹川宫建于水上，车是进不去了，只能坐船入，所以辛苦二位少主和侧夫人，咱们走两步啊。行，那快，赶紧进宫吃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走。哎，好热闹呀！早在《九川异闻录》中看到，说风平浪静之时，单川的男女就会在水边嬉戏，果然是真的。看来水患已经解决了。那是自然。那少主亲自出谋划策，哪有不解决的道理啊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药到病除，手到擒来，圆满成功。胡言乱语，语无伦次，真应该送你去上学。苏总管说的没错啊，少主是认真的思考了，在这里受灾的群众需要什么，所以才想出的解决办法。就是嘛。哇，哎呀，该说不说，这儿的姑娘是真水灵了。哎，你看这边。今天一个都不许走，必须给老子血战到底！这是什么人？真是太吓人了！这，让你妈呀，太凶残，太残忍了！这人，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们几个也不回家做饭，让老杨喝西北风啊！老刘啊，不知为何，我来到这儿感觉膝盖发软。早就听闻单纯的男子都是怕老婆，以照顾老婆为荣，忤逆老婆为耻，
经于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是，我是感觉这有一群上官英，你知道吧？这地狱，这就是我说这我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真的。二位少主，请留步。我给你哪儿？谁呀？不知道。在下丹川上宫司徒景，特奉主上之命前来相迎。哎！主上，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。进宫了又如何？姑的妹妹，不想回去就不回去。姐姐，但现在事态严重了，新川主派了2个儿子过来，我要是再不肯回去，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？什么九川和盟，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。姑已经决定了，3年后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。姑护得住他们，还护不住你吗？姐姐，丹川屡遭水患，我就算再不懂事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。3年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。丹川再弱，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师。无论如何，新川也要忌惮3分。你不用管这些，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。你若不愿意，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，姑也护得住。不是，我坐哪儿啊？你总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？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？不是，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吧？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？丹川主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必拘泥，坐吧。给这位也找个座吧。今日诸位舟车劳顿，我们准备了丹川的火锅，请大家品尝，请慢用。不是，他们都是鸳鸯锅，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？五少主乃我丹川女婿，自然要入乡随俗了。姑特地命人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，请少主品尝。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可能丹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，你不要太担心啊。这第一道鱼目，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之。这不难吃。
第二道，黄喉，乃牛的心管。在我丹川，负心薄幸者有如此牛。嗯。 姑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，给少主最后一道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猪脑花。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，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你是东家，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武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，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还是我睡吧。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，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哦，好啊！哎呀，呀，哎呦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哎呀，哎，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。老六，听我说，听哥哥说一句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，李贝，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好多人呢。你这也太多了。还行。对。哎呦。吃吧。大肉串啊！肉串了，哎！来个猪蹄子要不要？啊，老板多来份猪蹄。好嘞，来一个大猪蹄子。哎，您放好，哎，慢点啊，哎。吴少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来了。啊！我去到茅房了，你们转转等等我。哎呀，让一下。谢谢老板。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嗨，橘干随便尝。你好吗？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呢？学着点儿，好看着。老板，给刀一用。哎，请便。果盘来喽！看着没？
夫人，请慢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着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，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，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不是。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嗯，要是相爱的话，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；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变脸哎！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。目之所及，不过寻常一幕。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又踌躇？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。语不尽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？眼眸中所述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往昔写为书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关键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散，残四季共度。坐下。你的身子你还逞强？哎呀，这就上文你说的变脸吗？太热闹了！我去前面等他。啊？干嘛去？哎，好。丹川主敕令：丹川女婿以其满腹污秽，口无遮拦，十恶不赦，须经夫宫考教，方能得见郡主。酌请即刻入宫。哎，敢问女官大人，什么叫夫宫考教？哎，对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们有夫容、夫颜、夫德、夫宫四项来考评男子的德行。夫容顾名思义就是指容貌，武少主明显不成。又在夫颜、夫德上令人失望，如今唯有夫宫一项尚能挽回。这夫宫首项便是赢牌。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赢钱，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。武少主，请吧。怎么？服了。
糊了，糊了，糊了，糊了。3位，破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打错了，错，打错了。毁牌，牌品不行。3边，高，呀，不会算牌，脑子不行。八兵，要不要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要这确定？我想想，我再看看。临场点炮，人品不行；牌桌犹豫，格局不行。你这牌凑不成，该打7对的。他们这是在替他作弊，能行吗？你吧。明白。8万，4兵，9万，5万，5万，9万，3条，1兵，7兵，7兵，5条，3条，4兵，7兵，7兵，8条，7条，3条，9万，1万，5条，4兵，6击。我知道。救命！哎，我糊了！我起脚墩啊，自摸糊了，都得给啊！快给我吧，3家都给啊！哎呦，见到回头钱了！那是6少主尹征。是。如何伺候好夫人，也是我丹川赘婿的必备夫功。才儿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技能。坚持，老苏，坚持。苏珊，老苏，苏总管，少主喊你呢。啊！各位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。你说啥呢？哦，好。啊？月钱没了。啊，他手法不行，是吧？嗯。五少主可小心着点儿。从前有人采耳时弄疼了我，我可是打了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。这样的都。啊。五少主，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，让郡主盲选，若选中了你的，便可与他见一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本身就有气管炎，我上次炒个辣子，差点没把肺咳出来。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。你们新川假借合盟名义，取走我们郡主，又不好生待她，这才是在为难我。此事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接受，接受哈。行，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，我接受。到现在，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，可真是活不明白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快点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快！我明白了，适才那位女官说我们活得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讨丹川主的欢心，但我们来到这里，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。吴少主，你将心比心想一下，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，但这里是静静的家，这里以女子为尊，
他在丹川活得逍遥自在的，可是去了新川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每日与他相处的，也只有你。可是你待他好，却只是为了纳妾，他能不伤心吗？其实他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丹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。你想啊，你在这里不自在，那上官静在新川不也是一样吗？这5份辣椒油，还请郡主品鉴。辣子馅儿的。你既已知道哪一份是他做的，也同样意味着你可以不选那一份。丹川主敕令：虽则严明，郡主点中新川5少主所之料品，责令夫妻2人相见。今郡主确已择定5少主，然贵川少主德行有亏，川主特收回成命。不是你们这就耍我呀！哼，5少主，姑就是耍你了。你本心有所属，自己不知争取，竟然在中秋之夜对姑的妹妹曲意逢迎，她如此高兴，你竟然是在耍她。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，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，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丹川主，这可是敕令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，你如此儿戏，是要让我穿难堪吗6少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若上升到两川层面，你以为我丹川会怕吗？丹川主慎言，我川对贵川的重视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但如此出尔反尔，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。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，而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护不住自己人，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。那丹川主的意思是，想让我五哥和郡主和离？若5少主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，和离或许对谁都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祖宗他别这样行不行？哎呀，您自己做4小人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完不成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6弟，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主上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您别去，不是去躲开！哎呀，谁干？哎呀！5少主快走啊！不对5少主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。你走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你丹川主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活不明白了，我呀！少主，您得这么想啊！你说您这一走，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和了。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只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我刘王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下关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傅田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纳妾。你现在就跑，这腿的。5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儿呢？到底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6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
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我没有顾虑，他没有顾虑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。我们列一个字据，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，字据写的诚恳一点，要打要罚都认了吧，这样或许还有救。能行吗？这样。主上，新川六少主求见。丹川主，六少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这门婚事是两川合盟的凭据，因为郡主程瑶无非是想让他回到新川以后好过一些，但在下斗胆揣测，丹川主不满100年合盟久矣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新川示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每3年九川大选，丹川多找借口推诿，唯有遭遇洪涝天灾，需新川施予援手之时，才会忍痛将适龄女子下来。丹川对女子一视同仁，不忍让平民百姓受苦，而这份责任往往就落在了丹川主您家人的身上。没错，轻视女子之地，视女子为物，用以交换、牺牲、抵押。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何况此次是武少主的行为折辱了我丹川的颜面。就算姑答应让静儿回去，恐怕姑的水师也不会答应。丹川遭遇洪涝，幸得新川施予援手，而其余7川亦仰赖新川。这一旦引战，丹川恐孤立无援呀。你威胁姑？在下不敢。那你我都清楚，和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100年合盟，不可撼动。我只是想和丹川主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以婚约立定合盟的规矩不是不可更改，现在不是时机，以后却未必。我愿给丹川主一个承诺：若有在下说话的一日，必定会革新这不合理的和亲旧制。六少主很善纵横之道啊。不过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始终是新川的少主，难道还会为我丹川考虑不成？不单是为了丹川，而是为了九川。和亲往往强人所难，与其成为怨侣，倒不如以利为凭。如今外川重伤，以生意为纽，难道不比婚姻更加可靠？时移时易，新川若一味守旧，就枉称新川。六少主，姑没想到，你竟敢在丹川如此直言不讳。我与丹川主本就不谋而合，直言又何妨？此外，若郡主肯回新川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约束五哥，不会让他再受薄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请丹川主思量。午后，姑会与舍妹在教场演习射艺，教导兵丁。多谢丹川主。
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经验吧，是不是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？我就感叹了，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3成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了。射得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，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，上官，哎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吧，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不过这次将？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，我怎么村主，我都没有。我给你包一下。该怎么解释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哎呀！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丹川的郡主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，来呀，比射艺。啊？若你赢了他，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？我不会呀。会学啊。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，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吧。哎，这就是船靶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铛，听音辨位。我。还是你来吧。你行，你来吧。这时候什么你我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吧，加油！六少主，承让。哎呀，六少主，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
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等一等，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玉心。这么厉害的！六少主，是姑输了。丹川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5哥一个机会？姑自有安排。小乖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！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射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！还有一套了啊！走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哎呦，这个豆腐好好吃啊！还吃得惯吗？辣吗？觉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能接受。你这个手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矛盾，我这次来本来是想劝你回去的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。虽然你姐姐说六少主赢了的话，就让你给5少主一个机会，但他又不是第一次出尔反尔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很勉强，仿佛听见有人在议论姑。丹川主，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姑听静儿说，你是她在新川的第1位朋友，姑要多谢你。吃吧。这个牛肉特别好吃。其实我这次来丹川感觉特别好，特别亲切，像回到我家季传一样。在我们季传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，只不过我爹爹官太小了，我只能被迫嫁到新川。被迫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本不愿嫁给六少主？当然，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呢？哎，那所以我们是……哎，是，咱俩都一样，婚姻不过是一场营生。那姑可以下旨，让你留在我们丹川招赘。这个主意好哎，我们2个人至少有一个可以脱离苦海啊，是不是？六少主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我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，而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俩做夫妻，所以我过得挺好的，多谢丹川主的好意。快吃吧。哎，上官英怎么说呀？他还是没说愿意。不是咱们不都过关了吗？老六射箭不都赢了吗？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这帮人呢？吴少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新川主的命令才想带他回去的话，对他也很不公平。你应该问问自己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我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虽然我们丹川是女子主家，但是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。我也没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个房间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啊。你们聊着，太热，燥热。其实5少主和上官还是很有可能的嘛。哼。我们6少主射艺这么厉害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书哪反了？根本就没有在看书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让你生气了？
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也不喜欢六少主，还不是为了继承留在这儿了。六儿，老六，哎，单川宫人又来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来了。单川主敕令：若两川合盟，并以婚约为凭，则呈请新川六少主入赘丹川，嫁与丹川主，成两川100年之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跟你说，56我还是认识的啊。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丹川主，姑要与你成婚，六少主很意外吗？丹川需要新川帮扶，新川需要丹川联姻，这才有了五少主与静儿的孽缘。但如今，静儿不愿意了，那就由姑来完成两川的联姻，不也算圆满吗？婚书已经拟好，若六少主愿意，姑即刻命人将这婚书发往新川。订婚的这道旨意一旦发往新川，父亲定然会舍弃你的。丹川主，恕在下愚笨，实在不明白您这是何用意。真没想到啊，姑第一次与人剖白心意，对方竟然全然不信。但六少主，姑所说的全都是真心的。谢丹川主赏识，但在下已然成婚，这不便背弃妻子。可姑听李姑娘说，你同五少主与静儿一样，是被迫成婚，毫无感情，而且她根本就不喜欢你呀。姑的指令，既能保全和亲，又能让李姑娘与静儿两段孽缘得以善终。哼，这岂非佳话呀？我们虽是奉旨成婚，但我却是真心喜欢李薇。他若不喜欢我，也不勉强。但还请丹川主勿强人所难。我也是，刚才知晓六少主的心意。六少主这个人还挺好的，我们俩可以试着相处。我不想就这么和六少主分开，请丹川主高抬贵手。姐姐，莫要拆散他们了。姐姐，你现在把他们分开，六少主跟李薇都不会开心的。现在闹一闹过了，就让我同五少主一起回去吧。原本我就不应该这么任性的跑回来的。静儿，姑知道你记挂两川同盟，可若你不愿，我愿意的，姐姐。五少主人也不坏，虽然长得一般，又蠢又笨，脾气也不好，毛毛躁躁的，不温柔也不体贴，体格也不行，连我都打不过。哎，那个，快说到那个但是了。但是，他算个好人。什么叫算是个好人呢？总之，日子是过得下去的，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而且，我还挺喜欢新川的，在那边有李薇这些朋友们，所以姐姐，别为难他们了。姑明白了。
吴少主，姑的妹妹从前是很爱笑的，可不知怎的，去了一趟你们新川，姑就再也没见她高兴过了。若吴少主是能让静儿开怀大笑之人，那姑就准许你带静儿回去。开怀大笑，开怀大笑还得。哎，这怎么样才能让上官静高兴呢？嗯，是不是他们不是还没签够吗？你们俩啊？我虽然这么说，但我知道，不用解释了。六少主是不想当赘婿，所以才说喜欢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自作多情的。你怎么了？你胃疼啊？也没让你吃辣的呀。家老六啊，一向是不动声色的，不过你也真行，真能把他气到胃疼啊！哎，我来吧，哎，你来。哎呀，疼不疼啊？哥给你护护啊！你别碰！这真的假的呀？你是不是就故意要引起我的注意啊？啊？你捂啊！吴少主，你这是一整没睡啊？你就算把自己给熬没了，也无济于事。你说说这怎么才能让上官静笑呢？他天生就是个臭脸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吴少主可别这么说他，他在内院书堂挺爱笑的。不是，哎，吴少主去哪儿啊？单纯那么多会哄老婆男人，我取静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住！哎呀，滕师傅，哎呀，哎，你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给我抬起来，先挺起来。这就是你想的法子，学变脸。吴少主说静静喜欢变脸，投其所好。你这学得会吗？他都说了，学不会就吃2碗辣椒面。这么大的决心，应该这个样子学个什么？站住！师傅本来就笨，进越大越笨了。站住！哎，咋呀？打死人不是这学不了，这学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吴少主啊，你没事吧？少主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打死人了，不行，这是打死人的。我跟你说，咱得回去。你看这给我手打的，这学不了这东西。师傅，你可不能打我兄弟，你这人怎么？哎，你怎么？你什么玩意儿？少主，哎，吴少主，你再坚持坚持啊！没有啊，没学会咱回不了新川的。吴少，你别你。其实我是很能理解静静不愿意跟我们回去的，毕竟新川总是没有单纯自在。嗯？我在济川总统礼堂玩这个，我可厉害了，从来没输过。你很想家吗？当然了。那等我们约定到期，你回去有什么打算？可能会嫁人，像我爹娘一样过日子。那个人会做好多好吃的。遇到困难呢，我们会互帮互助，
互相商量，永远不会丢下对方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我收了。郡主，您快来吧！对呀，我跟您说，武少主为您学了真的好久，师傅打了他多少顿，他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可辛苦了。您就看看吧，就一研究一。是啊，来坐。对呀，都说了我不想来了。哎呀，郡主，武少主可是拼尽全力想要求得您原谅，您就给他个机会吧啊！看看。他人呢？前些日子天天往人跟前凑，不想看都不行。接连消失好几天，把人叫过来又在这晾着，我不等。哎，开始了，来了。原来武少主是想给您表演变脸呀！变了吗？变了，表情变了，对吧？表情变了，表情真丰富。算了，我不看了，我去更衣了。郡主，变了，真变了！你看，哎，上官姐，对不起，上官，我学了好久，我本来想逗你开心的，结果我还是失败了。你看，不是，你既然来都来了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话，好吧？就几句话。有话快说。我是想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提出那样的要求。其实那天我给你做那个辣味的乐团，我不单单是想让你开心，提出那个非分之想，我是想着中秋了嘛，你在新川度日如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怕你想家，所以我就特意做了那个口味，我就是想让你高兴一下。我之前说的话，你都记着呢。啊？什么话呀？哎，上官，我记着，我都记着呢。不是，你说太多了。你说什么这无辣不欢，人在枪在，练功时不许有人靠近。那鸡丁切太大不好炒，炒菜不许放糖。你叫上官静，不叫上官倩。还有喜欢看变脸，你哪一句嘛？你笑了，哎，你终于笑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你终于笑了！好，哎呀，他笑了！哎呀！
其实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笑起来还挺好看的。老刘啊，老刘，老刘。诚如静儿所言，他有自己的责任，也有自己的决断。上官啊，我知道，你说跟我回去，无非就是为了帮李薇还有老刘解围，当然也是为了丹川嘛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甭管什么九川合盟，我知道你想要自由，想仗剑天涯，我支持你。放跑一个人，这我还是可以做到的。虽然说父亲吧有可能会惩罚我，但没事儿啊，我能挺。你要是真的想走，就走，没关系啊。我不是不重义气的人。我说了跟你回去，肯定会跟你回去的。真的？哎呀，好，那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了啊。二位少主，此番来我丹川的任务圆满结束了。今日姑特地设了饯行宴，为各位送行。多谢川主。在下近几日走访丹川，查看水文，总结了防洪8策，希望对丹川有所帮助。以本地渔民为观测主力，以民访汛，确系妙方。治洪不若防洪，丹川如有所需，新川义不容辞。姑果然没有看错六少主啊！开宴吧。缺这个。五少主啊，虽然舍妹愿与你回新川，但姑仍希望五少主不要忘了自己立下的字据。与舍妹合婚期间胆敢纳妾，姑一定让你断子绝孙，此后不能人道。丹川主，您放心吧，这五少主要是对静静不好，就让他回丹川来当赘婿。那就要看五少主的表现了。好好表现，一定好好表现。各位一路平安。台阶，对，台脚，对，这边顺着这边，来跳，对，来，往睡点，再睡一点，走，1、2，走，苏总管，哎呦，有劳各位，您别走，先回吧。少主今晚我照顾。苏总管有侧夫人呢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了吧？啊，对，也对，那扶我一把，走。苏总管。啊，哎，上官，这明儿咱就回去了，不行，今天晚上咱俩就将就一下呗。你睡桌子。哎呀，不是上官，我睡地上行不行啊？桌子小啊，翻身容易掉啊。不好翻身，上官。怎么起来了？快躺下。一杯酒哎，就一杯，醉成这个样子，还非得逞能，完全喝不了酒，还硬着头皮喝。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。奉旨成婚，完全没有感情，根本就不喜欢我。这都是你自己跟丹川主说的。这不是一开始吗？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被迫成婚的呀。那现在呢？
你自己说的，让我这几日安分一些，等你开府，就把我送回家。你就是我东家，我就是你伙计，哪有伙计喜欢东家的呀？你还是讨厌我。我从来都不讨厌你。不讨厌的话，可否有那么一点点喜欢？我不太清楚。走啊！怎么样？休息的如何？你昨晚喝多了。不记得了？记得呀。记得。是我这人确实酒量不行，但酒品还可以。昨天晚上五哥和苏珊把我抬回来之后，就睡着了。没了。没了呀，还能有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我要洗漱了，你出去。你洗你的，不妨碍。你妨碍到我了，跟我出去。哎，不是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到底亲没亲我呀？难道真是我在做梦？他肯定亲了。我觉得是你在做梦。怎么可能是做梦？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，不可能是做梦。你也喝酒了吧？你怎么肯定？他就是亲了。他肯定没亲。他亲了。他没有。就是亲了。肯定没有。就是亲了。不可能亲。啊！他明明就是亲我了，可是我没证据呀。静静，问你个事情啊。算了，不问了。你问。我有个妹妹，她有一个很尊重的东家，但是她最近发现那个东家看她的眼神有一点五迷三道的。
最重要的是他梦到那个东家对他不轨。啊，你梦到尹正对你不轨啊？我妹妹不是我。行，那你妹妹如果只是做梦的话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但好像又不是梦。尹正真的对你不轨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妹妹。我们先忘记妹妹，不能忘记妹妹。好，那我问啊，你妹妹是不是不愿意？如果你妹妹不愿意，那个人还强行不轨，那我就替你好教训教训你。放下放下，别激动嘛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愿意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请你妹妹好好想清楚，她对这个东家是什么感情呢？回新川之后，我要怎么面对他呀？金川为九川之尊，顾全九川事体，所费颇巨，故向天下财帛汇聚地金川举债。前都了结丹川水害一事，虽为天下计，却知新川库银暂空，又恰逢金川催还借款，新川陷于两难。诸爱卿有何见解啊？金川如今要我川归还欠款，那便是有意为难。我们绝不能屈服，他们如此步步紧逼，哼，那就打！司军大人好大的口气！主上辛苦维系的太平盛世，竟被你一句话就泯灭了。哦，四少主的意思是要归还欠款吗？顾正司已经把钱给了丹川修路，总不能要回来吧？金川明知道丹川出事，他们自私自利，不施以援手也就罢了。在这个节骨眼还逼我川还款，哼，如此恶意为之，难道不应该还以颜色吗？司军大人慎言，我川答应金川的还款日确实要